我不记得你，但我好像见过这把刀。顺源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竟是一家镖局的名字。我就是在那里押镖的镖头。我叫王子斌。可是每个人都叫我大刀王。伸出去，看着前面，然后翻过来，劈出去，然后再伸出去。1年1度的大教之期已经迫在眉睫。近日，我每日督促大家苦练，无非是希望大家的武功有所长进。前一次的比武，我们侥幸获胜，这次赵家肯定是卧薪尝胆，志在必得。我们能把密宗正宗的称号拱手让人吗？不能，不能。好，希望大家要牢牢记住我们霍家各路兵器和拳法要诀，如有不懂之处，要向各位兄弟请教，千万不可以离弃要诀偏执一端，更不可以投机取巧。霍家必胜！霍家必胜！霍家拳法起无形，落无迹，明日之战你们要小心呐。原因原物，你们功力确有长进，但是仍显虚浮不实。你们同赵家兄弟打了这么多年，功夫都在伯仲之间，就看谁心气沉稳了。谢谢了。赵家必胜！大人，好，准备开始吧。是大人。光绪21年甲午年闰9月17，此霍赵两家本系同门，奈何高下不分，决一比武，以显正宗。此次比武重在切磋，点到为止。比武现在开始。好！镇北，爹，出战。是。元英，爹，你去和他切磋切磋。是爹。开始。第一回合，赵家胜。爹，任务，爹，稳扎稳打，拿下这局。放心吧，爹。
师兄，真的是你？不知今天来有什么事？皇帝呀，皇帝，多年不见，你还那么蠢。当年离开师傅的时候，你们就该知道我的想法。今天，我是来拿回我应得的东西。大师兄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陈真，亮旗！什么是正宗？看，看！哼，我才是密宗正宗，谁先来？好，既然当年我们3个为了这个正宗闹得不欢而散，哼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个了断。哼，你跟当年一样平庸，不过倒是富态了。哼，要打过之后才知道。赵院长们上！你的武功比你儿子强不了多少。爹，你没事吧？大师兄，多多指教。师傅，元甲，霍师傅，元甲，你是谁？在下是霍家4子，霍元甲。霍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元甲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到底什么功夫？霍家拳不是霍家拳，皇帝不是你师傅。
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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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师父是谁？师父是谁有什么要紧？希望前辈不要再干涉霍赵两家比武了。大师兄，赵师弟，这次比武就此作罢，日后比武还有机会，如何？这次赢的算你侥幸，下次没这么走运。走，是。爹，我们走。哼！元甲，你赢了啊！你赢了，赢了，元甲赢了，元甲赢了，元甲赢了，别再说了，真行，真的。哎呀，当时你那一招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其实真的没事。爹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不是还能打吗？跟我打！你拿的是霍家刀，不是柴火。还手啊！为什么不还手啊？还手！棍起生风龙点头，劈开来扫鬼见愁。棍随手，手随眼，眼随心，心随地。爹，不要再打了，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。四弟，老爷，四弟，你没事吧？四弟，说，你的武功跟谁学的？我不能说。你说不说？反正不能说。光明正大的事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这是我对他的承诺。你对谁的承诺？爹，这是你教我的。君子不可以食言。师兄啊，我猜你每天盘膝打坐练功都超过4个时辰，这样内伤是好得快，但外伤就会好得慢。我这里有几包中药，让你的徒弟煎好了外敷，大概还要半个月就会好。半个月之后，我们择期再战不迟。不过这次，我真希望你答应我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和元甲比武必须点到为止，不得伤及性命。你们霍家真有意思，不就是一个儿子吗？哎，这不是我儿子的问题。在静海，只要是比武，就必须做到点到为止，不得伤及性命。维护这个规矩是我的责任。哼，你就会说什么责任？这样吧，我若用了你的药，就答应你的条件。但是我不会用的，半个月之后，一切自有分晓。哼。娘，你这几天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到底有什么事？说给娘听听啊。我没什么心事。没有就好。还有3天就是半月之期了。这次比武有2件事要注意。如果他的伤好了，你就必须全力以赴；如果50招之内不分胜负，你别认输。有什么事自然有爹和娘担待。如果他的伤没好，你就必须死缠烂打。熬过100-200招之后，他的伤就会复发。这都是你爹让我来告诉你的。还有3天，好好休养。哦。追！
我没有用你爹的药。大师兄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要是输了，可别不认账。哼，我死了，不认也认了。大师伯，承让。冤家，没事吧？冤家，没事。大师兄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小心一点。哼，原来你就会那么几招，早知如此，我那天就不该放过你。他的腿伤肯定没好，可是平地相毒，这破绽就露不出来。如果他的伤没好，你就必须死缠烂打，好过100-200招之后，他的伤就会复发了。你还要去哪里打？我跟你去。看来袁家是撑不住了。他断的是左臂，出腿的时候劈出左腿，以右腿和右手保持平衡。3招之内，我一定会打赢你，就在这里。哼，我看你怎么打赢我！冤家，师傅，师傅，走开！我和他还没打完，还没有打完。你和我儿子已经2败俱伤，打成了平手。我向来比武，从无平手，除非对手求饶，否则一定有输赢。可惜的是，我从来没输过，不然你们也早见不到我了。你想怎样才算是分出输赢？对一个武者而言，输只有一种选择，就是死。那认输呢？认输只是一时一地，所以我才会来。只要是比武，总会有输赢，生或死。好，今天这一战，我替袁家认输了。我要听他说，你认输吗？冤家，冤家，走，快去拿金疮药！哎，快点！你儿子的武功，确实不是你教的，不过他倒是很适合做我的徒弟。可惜呀，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。你和袁家的比武到此为止，下一战我同你打。跟你打没意思，我喜欢跟你儿子打。他今天没输，我们没有打完，这3日之后，在镇外竹林，等到他来为止。哼，师兄，你非要打死我儿子不可吗？
码头上每天都有去外地的船，我没有逼迫谁。冤家，你害怕吗？我做了个噩梦，我梦见大师伯追着我打，最后拉着我落水，不让我上去，我透不了气。那不是梦，是现实。你选择了习武，就得面对这个现实。你大师伯约你3日之后在镇外竹林再决生死。非如此不可吗？不是的，镇外码头上有船每天都开往外地，你要爹帮你买票。如果我走，那就是懦夫。我霍元甲不是懦夫。好。腰还有点疼，其他地方没有大碍了。奇怪了，你被踢了这么多脚，怎么没有伤到筋骨，只是皮外伤？爹，这是少林寺拍打功。谁教你这些武功的？杂七杂八的你都会。其实无论什么。你师父是什么人？爹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那好，我发誓，我师父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。还有，我从来没有和人打过架。你真的没有打过架？没有，我只是和师父切磋武艺。如果说打架的话，就是和大师伯这一次。那你师父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现在还有2天，你作何打算？其实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只是想，能多一点时间陪我娘，还有云姐，看看书，下棋，听天由命，没别的。冤家，你记住，最强的斗志不是来自杀戮和仇恨，而是……行了，爹，这些我明白，不必再说了。你说什么？不，爹，你继续说。我现在就不说，我罚你到祖宗祠堂。一步一跪，一跪一叩，头头见响，从大门口一直跪到牌位下面。爹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不许问，出去跪。去。本谱乃先师姚天成总结各派密宗拳精华所创，共6636式，108番变化。其中最后3式
乃姚师公自创绝技，其威力至强，却太过毒辣，出手必杀。汝必先行背下全谱，再熄灭祠堂烛火，方可练习。万不可被他人窥见。后天一战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可出此三事。倘若得胜，汝当尽快忘此招数，终身不得再用。吾儿谨记，父子。等了，难道真的学会了？大师伯，怎么突然换地方了？不想其他人碍手碍脚。几天不见，长进不小。大师伯，我们刚一交手，你就知道我的武功岂不更厉害？哼，是我功夫。脚打7分，手打3，彼此彼此。姓霍的，不用霍家拳。南拳北腿，起落有字，回收有法，万法归宗。打赢你的拳就是好拳。好小子，死后愿意葬在何处？害得无边，天作恶，山登绝顶我为峰，葬于何处有何所谓？终于出密宗拳了。爹，你快去拦住他们吧！再打下去，元甲会死的。哎，谁都不准去！爹，认不认输？看来密宗拳你全会了，来，给我出最后3式！爹，比武有比武的规矩，一方未认输之前，
他人不得插手。出最后3式吧！何苦招招夺命？我只能出最后3式了。守攻不防，绝杀！师傅，冤家，冤家，师傅，冤家没事吧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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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怎么样？我看到最后3式了，你不要保证。师傅，师傅睡一会儿是不是？师傅困了，师傅。大师伯，师傅，我控制不住了。最好让开。兄弟，今天是我医馆开业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找霍元甲。哼，
这位小兄弟，如果你真要找霍四少爷的话，请你改天再来。不行，我要霍元甲陪葬。兄弟，今天是我小店开张之日，请你不要闹事，快走吧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找霍元甲。镇南镇北，过去看看。是。元甲，陈真回来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爹，你不是常跟我说高城深河拦不住要来的人，陈真一定要来，我早晚要面对。你干什么？哎呀！救我的车！你停下！我的车！快停下！救我！放我下来！你要干嘛？救我！救！我想要粉颜色的上面。救！让我下来！让我下来！什么？听说今天白云寺的集会挺热闹，待会儿叫上云姐去看看。好啊，今天人特别多。少爷，云姐被抓走了啊！那个人只留下这张纸。哦，陈真，我知道他在哪，走，袁家。袁家，你快来救我们！来啊，霍元甲！陈真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不关他们的事，先放了他们。怎么不关他们的事啊？凡是跟霍家有关的人都有事。有胆就过来啊！陈真，小心！是啊，不要过来！过来，我割断绳子！袁家。对不起啊，姑娘，我不是诚心要害你的。云姐，对不起啊。陈真，霍元甲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想眼睁睁的看我摔死吗？倩楠，云姐她不会武功吗？对不起，倩楠姑娘，都是我连累了你，要不是为了我，你也不会这样。你不用谢我，不是我救了你，是霍元甲。告辞了。
现在的无辜还想报仇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别连累其他人。哎，算了，先看一下货吧。福寿膏，鸦片。全部都是。没事吧？啊，姨父，您可要小心呐！爹，你还去啊？爹，你别打了！赵兄啊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哎呀，没事，让开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们再来过，咱们比一比拳脚。好。赵师弟，没大碍吧？让开，让开！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姨父，怎么样？回去啊！回去，回家，快！爹，来，爹，轻点，轻点！快！姓霍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没完！走啊！怎么回事？姨父，你给我吃的大补丸是不是跟平时一样？姨父，大补丸就是大补丸，您吃不出味道吗？为什么我吃了大补丸会吐血？你是不是给我加重了药量啊？姨父，您是不是吃多了？这就难怪了，什么东西吃多了都是有害的，何况是大补丸呢？我早劝诫过您不要和霍文帝比武，可您一意孤行，贪功冒进，您能怪谁呢？我再也不吃你的大补丸。好啊，姨父，您既然不相信我，那大补丸就不要再吃了。告辞。真是可惜呀！要不是霍文帝最后手下留情，这个赵老头
今天就该命丧黄泉了。哎，少爷，这老头不吃咱们的大补丸了，这以后该怎么办呢？那老东西没死又能怎么样呢？看他今天的样子，就算现在不吃，以后还得求着我给他吃。他只要一天戒不了药瘾，就得受我1天的摆布。少爷真是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呀！这还得感谢大补丸呢。人人都说鸦片不好，可在我眼里，它却是无价之宝。只要有了它，不光是赵生贤，我还要让他2个不争气的儿子都得受我的摆布。少爷，您的意思是？现在霍赵2家旧仇未了，又添新怨，我要利用赵家，利用他们去打垮霍家。到时候，静海就是我的天下了。少爷，真高啊！你看外面奸臣当道，贪官横行，崇洋媚外，卖国求荣。生活在这样的国家，谁不是病夫？眼前这个怒发冲冠的男人，竟是名震武林的战力天花板大刀王五。他正气凛然，非常爱国，是晚清时期少有的英雄好汉。年幼的霍元甲正是受到他的熏陶，才会在日后精忠报国，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。霍元甲出生在天津静海的武林世家，因从小体弱多病，父亲霍恩弼一直不同意他习武，更是把他称作小病夫。我说过了，元甲身子弱，就是个小病夫。被戳到痛处的霍元甲跑到河边撒野，却意外碰见在此练功的大刀王五。王五看到霍元甲虽身体孱弱，但对武学却十分痴迷，便收他为徒传授武艺。就这样过去了10几年，霍元甲也逐渐长大成人，可他却从未暴露过自己会武功。直到几天后的比武大会，霍元甲才迫不得已出手救场。原来天津静海有2大武馆，他们分别是以霍恩弼为首的霍家武馆和以赵生显为首的赵家武馆。2家原本同属密宗流派，然而他们的师父临终前把密宗全谱传给了霍恩弼。当时赵生显并不在场，因此他认为是霍恩弼害死了师父，从而篡夺掌门之位。自那时开始，密宗便一分为2。为了争夺密宗正宗的称号，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场比武大赛，这一斗就是几10年，谁赢谁就是正宗。转眼来到了大赛当天，全场座无虚席。为了公平起见，知县大人特地邀请了权威人士刘师傅来主持这场比赛。此霍赵2家本系同门，奈何高下不分，决一比武，以显正宗。此次比武重在切磋，点到为止。比武现在开始。随着刘师傅的一声令下，双方比武也正式开始。第一局由赵振北对战霍元英。只见赵振北刚开始就明显碾压霍元英，岂料交手数招后，霍元英一个卸力将对手拉了过来，可惜对方仅是一个侧翻便轻松化解。随后2人又是一番激战，虽然同是密宗流派，但不同的人对于武学的理解却是千差万别。最终霍元英由于求胜心切，无声露出了破绽，被赵振北一拳打倒在地，输掉了比赛。第一局由赵家先拔头筹，接着便来到第2场比赛，由霍元武与赵振南比试兵器。假如霍家再次落败，那今年的密宗正宗的称号就要被赵家夺走了。霍元武手持大刀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不敢有丝毫松懈，而赵家的枪法也不容小觑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毫不相让。可就在比赛关键时刻，一个身穿斗笠的独臂老人突然空降赛场，仅用2招半就轻松击败了2人，还自称自己才是密宗拳的正宗。我才是密宗正宗，谁先来？赵师傅见有人砸场，便要上场一探究竟。不曾想，老人就算只有1只手，也能与赵师傅打个5-5开。而他最厉害的还没使出来，那便是老人高深莫测的腿功。赵师傅很快就被他踢得找不着北，紧接又是一记横扫千军接侧踢。此时的赵师傅仍不肯认输，并奋起反击，奈何被对方出其不意的无影脚踢得双臂发软。最后独臂老人以一记蓄力飞踢将赵师傅送出了场外，接着便轮到霍恩弼上场。从2人交手的过程中不难看出，霍师傅的拳脚比赵师傅更为稳健，可面对老人急如雷电的腿法，霍师傅依旧难以招架，就算他使出了毕生所学，还是被对方一脚踹倒在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霍元甲终于出手救下了父亲。你是谁？在下是霍家4子霍元甲。那么霍元甲是否能战胜这位独臂老人？他的真实身份又是谁呢？欢迎留下您的看法，我们下集接着看。到底什么功夫？霍家拳不是霍家拳，霍恩弼不是你师傅。到底什么功夫？霍家拳不是霍家拳，霍恩弼不是你师傅。
这是霍元甲习武10余载的首次实战，不曾想对手竟是一位独臂老人。然而尽管如此，霍元甲也没能从他身上占到半点便宜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霍赵两家为争夺密宗正宗的称号，举行了一场年度比武大赛。岂料比赛进行到一半时，场上突然杀出了一位独臂老人，刹那间就把场上的2位后辈击败。大师兄，真的是你？此人正是霍恩帝的大师兄程天笑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夺回密宗拳的掌门之位。我才是密宗正宗，谁先来？出乎意料的是，就算霍赵两家的领头羊轮番上场，也没能撼动程天笑半分。正当他要对霍恩帝使出终结技时，突然被一个年轻的身影撞飞。你是谁？而眼前之人正是年轻时期的霍元甲。从他父母惊讶的表情中，不难看出他们对霍元甲习武一事并不知情。毕竟在他们的心里，霍元甲从小就是一个身体孱弱的小病夫。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这样一个小病夫，如今却和密宗拳的顶尖高手打得有来有回。奈何此时的霍元甲初出茅庐，实战经验不足，很快就被程天笑单方面压制。两人从台上打到了台下，双方交手仅数回合，程天笑便已察觉霍元甲的武功并非密宗流派。霍家拳不是霍家拳，霍恩帝不是你师傅。随即他对霍元甲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，他不允许自己输在其他门派的武功之下，一记腾空回旋连环脚把霍元甲打得连连后退，接着又是一记箭步借力蹬，将霍元甲踢得口吐西瓜汁。程天笑并没有就此罢休，就在他再次起脚时，霍元甲顺势将其推向一旁的石像，然后攻其不备，一把束缚住程天笑的右腿，缠斗之际将其推至倾倒的石像底下。程天笑顿时就笑不出来了，哪怕陈真及时推开了石像，但腿部的伤势显然不允许他继续浪了。这次赢的算你侥幸，下次没这么走运。走。霍元甲也因此一战成名，可父亲非但没有为他感到骄傲，还罚他跪在祠堂门口反省。毕竟霍恩帝的心里十分清楚，只要身在武林就意味着身不由己，上门找事的人也会接踵而来。他本想以霍元甲的体弱当借口，让儿子从小远离武术与纷争，如今事与愿违，霍恩帝只好带上几副跌打药，来到了程天笑的住处，想要为他进行治疗，希望能化解两家的恩怨。岂料对方并不领情，还撂下狠话，约定半个月后再次决一胜负。转眼便来到约定日子，程天笑一路火花带闪电，闯入了霍家武馆。霍元甲此时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，只见程天笑先是一个箭步飞踢，落地后又是一套夺命连环脚，霍元甲抬手格挡连削带打将其掀翻，紧接连续直拳攻其面门，却被对方的飞膝击扼打倒在地。此时霍元甲的伤势并未痊愈，但他没有丝毫退缩，与程天笑开始了第2轮的较量。然而对方犀利的腿法依旧让霍元甲无计可施。危急时刻，他望着对方受伤的右腿，灵机一动，打算利用周围的木人桩削弱对方体力的同时加重其旧伤。不能说是毫无作用，但也算不上效果拔群，反倒把程天笑给惹怒了。眼看这招不起作用，霍元甲又腾空而起，立于木桩之上，主打就是一个高低差。没想到这也不奏效，还硬扛了对方一招香港脚。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程天笑放松警惕。虽然战术是成功了，可此时的霍元甲也已身负重伤，那么他是否能逆风翻盘打败程天笑呢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3招之内，我一定会打赢你，就在这里。哪里？究竟是怎样的自信，让霍元甲在重伤的情况下说出这种话？3招之内，我一定会打赢你，就在这里。就在刚刚，程天笑为了一雪前耻，来到霍家武馆再次挑战霍元甲。大师兄，你的伤还没有好，要是输了，可别不认账。程天笑听闻此言，只是一笑了之。哪怕他现在仅有一条手臂，外加右腿的伤也没有痊愈，但与霍元甲对战了数十回，依旧不落下风。相比之下，霍元甲却频频受伤。他本想通过持久战让对方旧伤复发，没想到程天笑的功力竟如此深厚，把霍元甲打得口吐西瓜汁。只见霍元甲艰难起身，调整内息后继续迎战，还扬言3招之内打败程天笑。殊不知对方仅用一招旋风就再次将他打倒在地。霍元甲迅速起身，顺势接下对方的扫腿，然后攻其痛处将对手撂倒。只可惜他还是没能占到便宜，反被程天笑一脚重击下颚踢翻在地。元甲，此时2人早已2败俱伤，但程天笑仍坚持要分出个胜负。你想怎样才算是分出输赢？对一个武者而言，输只有一种选择，就是死。你认输吗？霍元甲也不愿认输，岂料下一秒他就因为体力不支而晕了过去。程天笑见此情形，并没有就此罢休，而是约定3天后与霍元甲再决生死。就这样到了晚上，霍元甲才从昏迷中苏醒。习武多年的他第一次实战，就碰到如此强劲的对手，心中的恐惧油然而生。可当父亲问他要不要到外地躲避风头时，霍元甲却说：如果我走，那就是懦夫。我霍元甲不是懦夫。
父亲听后连连点头表示肯定。可惜以霍元甲目前的功夫，贸然出战只有死路一条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短时间内领悟密宗拳的精髓。为了儿子的安危，霍恩帝把祖传的密宗拳谱藏在了祠堂的地板下，让霍元甲根据他的指示，在夜深人静时研习密宗拳。拳谱上还有一封亲笔信，信中重点提及到密宗拳的最后3式极其狠辣，非万不得已不可使用。霍元甲凭借超强的武学天赋，只用了1晚的时间就参透了其中的奥妙。转眼来到决战当天，两人刚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开始了热身运动。短短数招的相互试探后，程天笑便能感觉到霍元甲的武功早已不同往日，今天不见，长进不小。一波商业互吹后，两人开始正式比武。这场对战既分胜负也决生死。霍元甲刚开始并不想使用密宗拳，可就凭这些年从师傅王武那学到的皮毛，根本对付不了眼前这位武学疯子，很快就被对方一脚踹下了高台。程天笑一跃而下上前进攻，却被霍元甲腾空双脚蹬飞10米开外。两人随即开始第2轮的较量。霍元甲率先发起猛烈的进攻，拳拳到肉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好家伙，霍元甲终于使出了密宗拳，局势也开始发生逆转。不曾想，程天笑的抗击打能力竟如此强悍，简直就是6边形战士。假如他双臂健全，处于全盛时期，估计就连霍元甲也很难战胜。认不认输？霍元甲当然不会轻易认输，然而就算他使出了毕生所学，也依旧战胜不了程天笑，而且对方招招致命，毫不留情。霍元甲迫于无奈，最终决定使出密宗拳的最后3式，只攻不防，必击必杀。而这一切也正是程天笑想要的。此时赶到现场的陈真看着奄奄一息的师傅不知所措，师傅，这怎么样？我看到最后3式了，我要保证。程天笑一生都在追求武学的极致，可惜过于执着胜负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作为他唯一的弟子，陈真并不打算放过霍元甲，一场复仇之战正在悄悄酝酿。我要霍元甲陪葬！